魏贤也不恼，嘿嘿笑了一声。蓝忘机的资质和天赋是极好的，若将他带到我们那里，未必会比阿英差。我是挺欣赏他这个人的。房间里的两个人接下来对于蓝氏还有蓝忘机进行了全方面的讨论，大到道法发展，小到生活礼节。屋外的魏婴踢了踢脚下的小石子，嘟着嘴，不知大伯伯怎么样了。魏婴一个箭步跨上蓝忘机的腰，蓝忘机也稳稳地接住了。蓝湛，蓝湛，你说爷爷应该会同意我们的吧？不知。蓝忘机的声音里难得带了几分不确定。蓝忘机扶了扶魏婴的背，感觉自己像抱住了一束光，温暖又不烫人。这束光是自己的。可嗨，房屋的门打开了，魏婴如同小猴子一般，连忙从蓝忘机身上爬下来，立正站好。蓝忘机收回了手，一阵空虚感浮上心头，一刻都不想分开。阿英，你刚到化阴境，境界不稳，接下来几天你便好好修炼。可爷爷，你一开始不是让我和蓝湛去夜猎吗？夜猎也可以稳定境界的。魏婴疑惑地说道。魏冕看着胳膊肘已经开始往外拐的魏婴，伸手点了点魏婴的小脑袋，化阴境稳了再去，而且夜猎你和星辰一起去。蓝忘机的眼眸中带了不安，微微蜷起了手指，所以是不同意吗？连夜猎都不让我和魏婴一起了。一股酸涩感瞬间填满了胸腔。魏冕背着手看向蓝忘机，缓缓说道：蓝小友，你若真心悦阿英，那么你当务之急是赶上阿英，而不是谈情说爱。蓝忘机静静地听着魏冕的话，一言不发。你接下来跟着阿贤，也就是阿英的伯伯，修习感悟道法，争取早日化婴。闻言，蓝忘机淡漠的面庞出现了惊喜之色，明白魏婴的家人不拒绝自己，是同意他们了，而且希望自己早日与魏婴并肩，不论是境界还是能力。蓝忘机随即正了正神色，抱拳恭敬地说道：忘机必不负前辈所望。蓝湛，等我境界稳下来了，我来找你。阿英，走吧。蓝湛，蓝忘机，蓝二哥哥。魏婴斜靠在树枝上，看着树下认认真真练剑的蓝湛，调戏道：魏婴。清冷的声音带了点无奈和几分窃喜。魏婴一个翻身不小心掉了下去，被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给稳稳地接住了。魏婴笑着揽上了蓝忘机的脖子，还用鼻尖蹭了蹭蓝忘机的鼻子。蓝二哥哥最是厉害了。莫闹。蓝忘机淡漠的面庞笼上一层薄薄的绯红，魏婴的呼吸浅浅的拍在自己的脸上，心脏飞快地跳个不停。鼻尖的触碰是恋人间最旖旎的举动，简单却又诱人。魏婴看着蓝忘机的眼睛，轻轻地亲了一下蓝忘机的眼睛。蓝忘机顺从地闭上了眼睛，视觉的阻碍使得其他感官更为明显。温热的唇印在自己的眼睑上，甚至可以感受出唇的形状。魏婴感受到顾着自己的手稍稍紧了几分，本就上扬的嘴角更是添了几分爱意。蓝二哒哒，魏婴凑到蓝忘机耳边，低声说道。耳边说着的是传统的吴语，特意降低的声调犹如猫爪般小心翼翼地挠着自己的心。蓝忘机的呼吸不由重了几分，睁开了眼睛，直直地看着魏婴，眼里似有一团火在燃烧，足以烧掉所有人。蓝湛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了莫闹两个字。魏婴摇了摇头，马尾跟着主人也一晃一晃的，浑身都在说着两个字：不行。蓝忘机的眼睛是琉璃色的，纯粹的自然的颜色。自从两人关系告知双方长辈后，魏婴行事越发肆无忌惮，老爱凑到蓝忘机眼皮底下，美名其曰要在蓝湛眼里留下最亮的自己。当然有外人在，魏婴还是做不出这种事的，毕竟蓝湛的面子还是得给足的。其实魏婴是特别喜欢蓝湛眼里只有自己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，就像自己拥有了开启宝藏的钥匙，而这钥匙是自己专属的。有人来了。魏婴趴在蓝忘机的臂弯里，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脚步声，拱了拱蓝忘机的衣服，慢腾腾地从蓝忘机身上爬了下去。等来人出现在二人面前，两人早已气定神闲地讨论起了剑术。公子，韩光君，家主唤你们过去。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对着两人行礼后说道。姑苏地带风景如画，淡淡的雾笼罩在山顶，如仙境一般，让人不由心生敬意，更别说还有个谪仙般的人物韩光君。
虽说蓝氏双璧是姑苏远近闻名的，但则吴君身为一宗之主，事务繁多，少有百姓能与之接触。真正令姑苏蓝氏美名远扬的，实则是韩光君，一曲安西渡亡魂，一剑必尘除邪祟。